是鲁牙那狗贼。鲁牙，巡使有所不知，前日主家传来密信，说岛上出了细作，镇守大人便亲自暗中盯着他。果不其然，昨夜这厮得知屈不识身死的消息，乱了阵脚，趁着夜色试图向外头传信，被镇守大人抓了个现行，人赃俱获，当场便被卸了膀子，活捉了。哦，可曾撬开他嘴，查出是哪家派来的细作？这倒是不知，镇守大人亲自审的，没透风声。不过咱们底下的兄弟私下估摸着，这厮八成是投了陈建吴那帮杀人不眨眼的水匪。走吧，去见镇守。见过镇守。回来了，你在处理屈不识那桩差事的首尾，我都听主家说了，手法干净利落，很不错。另外，恭喜沈巡使叩开练蛊关，侥幸突破，多谢大人提携。捕到一途，哪来那么多侥幸？都是自身苦练出来的。拿着，这是上好的熏猪肉和风干鹿肉，都是精细肉货。这是你本月俸禄里那10斤肉食的配额。至于药膳，你若嫌每日去下头膳房领着麻烦，我便遣个杂役，每日按时给你送到房里去。那便麻烦镇守遣人送来吧。小事一桩。方才上岛时见到岸边的鲁牙了吧？看到了。这狗贼熬不住刑，提到了白秀安的名字。主家那边对过暗号，已然查实，他便是白家早年安插到我家的钉子。既是细作，此贼便必死无疑。就这么绑在水边，让烈日活活熬死他，也算给岛上其他心怀鬼胎之人敲个警钟。如今缺了鲁牙，甲队巡使的位置便空了出来。我已遣信向主家求援，估计这2日便会重新抽调一位气血武者过来补缺。但眼下这几日，岛上正是人手最吃紧的空档。你既回岛，便让底下人多留个心眼，万不可放松大意，以免让人钻了空子。明白。沈巡使大人，拿去膳房切了，这几日给兄弟们分着加个菜吧。这不太好吧？去吧，天气一日日转暖，放坏了也是白白糟践。多谢巡使赏赐，巡使您进屋稍待片刻，我去起锅炒俩热菜，给您接风洗尘。巡使，您去南乡府护解时，斩了屈不识、王能等悍匪的事儿，岛上都传遍了。那可是劫掠从不留活口的狠角色啊！巡使可曾受伤？无碍，一点小伤罢了。恭喜巡使叩开练蛊。多谢。自上岛后，无论是季宁还是手底下这些巡卫，态度都多了几分真切的热情与敬畏。归根结底，还是我实打实的叩开了练蛊关。说到底，武夫的世界向来只认拳头，实力到了，旁人的态度自然就变了。试试这珠子的威能。仅仅只到半途，全身气血竟被生生抽干了70%，连秘法之象都未能彻底凝出。屈不识凭着珠子能连打4、5掌，归根见底，是他的功法与我这神通残篇根本不在一个层次。练蛊境的气血远远不够，唯有修到炼金，叩开5大正金，气血暴涨，方能真正催动这龙门引。
成了。肩、颈、肋、脊四大正骨，尽数淬炼如钢，炼骨关圆满。情报31。终于攒够数了。功法跨于大境界，所需的情报点处截然不同。整个长云县，熬打气血的武者多如过江之鲫，可真正跨过天堑成就化境的，始终只有寥寥3人。化境，那是脱胎换骨的另一个天地。推演，检测到可推演武学玄鹰桩，是否推演？3、2、1、0。你苦修玄阴桩15年，终至化境。第19年，你踏入俗世，体内气血轰然蜕变，自破暗境大关。第22年，你目睹9天之上一鹰一雕生死搏杀，黑鹰折翼泣血，金雕立鸣撕裂云层，你陷入顿悟。第27年，你创出刚劲级功法金雕扶摇功。第30载，你自创出刚劲级杀伐秘技天雕令风手。此法威力当真霸道绝伦，远在天玄鹰境之上。若早些掌握这天雕厉风手，那日临水码头劫杀，区一个取不实，哪怕他手里捏着覆海珠，我也有把握10招之内将他的脑袋拧下来。不过，这系统推演出的武学，似乎本就在世间有迹可循。上回的天玄鹰境师傅便会，这次的金雕扶摇功与天雕厉风手，师傅总不至于还能再逃出来吧？招式玄妙狠辣，但顶多算一门前人留下颇具门道的化境功法，融不进我如今的武斗体系。于我而言，犹如鸡肋。互不相干的竹简金线与玉剑，竟生出这等异象，仿佛残缺的拼图找到了另一半。神将莫须上药真经，这命名格式与得到覆海珠时的情报中所说的玄冥冰煞覆海真经如出一辙，而且它也是与这枚玉剑绑在一起才能显化。难道这也是吊海楼留下的传承之法？情报1，你所得的通背桩原名为通臂拳，乃神将魔须上药真经剥离出的一门下位入门功法。由于通臂拳的装功轨迹中第39行与第71行曾被人为篡改，修炼此法者终其一生永无突破化境之机。篡改心法轨迹，彻底封死化境之路，好阴毒的算计！宋华堂母子言笑夫妇为了这门功法反目成仇，到头来竟全都在为一本永远练不到头的废法卖命。背后布下此局的人究竟有何阴谋？情报2，神将莫须上药真经乃吊海楼4大主脉之一，神将风的传承功法，科脉与玄冥风、元神风、老翁风齐名，
修习此经至高深处，可练就神通莫须眼。此眼一开，可勘破世间万物破绽，复制天下万法。看破万物，复制万法，这是神通。吊海楼共有4大主脉，神将峰对应神将莫须上瑶真经，玄冥峰对应玄冥冰煞覆海真经，老翁峰必然与西上翁息息相关，唯独还剩下一个元神峰。4大主脉，4大神通，还有包括覆海珠在内的4大灵气，如此底蕴深厚的超级大牌，在如今的江湖上却连半点名号都打听不到，仿佛被人在史书上彻底抹除。吊海楼怕是早就湮灭在岁月长河中了。而那处倒计时不足200日的福地，十有8九就是吊海楼遗址。这枚玉剑必然是进入遗址的钥匙之一。虚空凝水，散字化语，不愧是神通之法，当真玄妙。情报3：距云一岛西面3里处的水下礁石洞内，有一尾2阶宝鱼墨骨青鱼栖息。情报4：距离此南面2里的密林芦瑶荡中，藏有1阶宝兽紫穗鸭的巢穴，内有鸭蛋2枚。叩开炼金关卡，所需的气血资源远超炼蛊，这2处宝鱼宝兽来得可谓恰逢其时。阮兄弟，走，去中央竹楼集合了。镇守传了话，今晚要大摆宴席，犒赏诸队，顺道给新上岛的兄弟们接风。胡扎内斯在茅房蹲了1刻钟，我看8成是掉进坑里了。你才掉进去了。嗨，你快些吧，我进去告知巡使大人一声。巡使大人，大家都……胡志在茅房蹲了半天，巡使您屋里又莫名其妙湿了一地，这……想挨抽是吧？不敢，属下不敢。大人，水域那边盯队的人已带队暂守，咱们快去中央竹楼吧，别让镇守大人等急了。哼，怕镇守等急了是假，着急吃酒才是真吧？走。巡使，甲队空出来的位子，主家派了旁系的天才接任，换纪元德。鲁牙如何了？子无葬身之地，他在岸边整整暴晒了7天7夜，罪有应得。大内苏死后，岛上风气大变，以往夜巡还有人偷带浊酒，现下连闲谝的人都没了。暴晒7日，死无全尸。纪宁这是在杀鸡儆猴，拿鲁牙的命给整个云溪岛立规矩。沈巡使来了。听说沈巡使叩开了炼蛊关，恭喜大人。诸位客气。药酒，难怪这帮底层武夫趋之若鹜。这等大补之物，吃上一顿，抵得上数日苦修。诸位，今日设宴，一为犒劳，二为补缺。鲁牙之流死不足惜，主家已为诸队补了新任巡使与巡卫。陈旭、刘成、田三明，你等3人补去甲队。陆杰、孙玄朗去乙队、丁队麾下效力。罗峰，属下在。沈巡使如何？一切听镇守安排。好，罗峰，你往后便在沈巡使的丙队麾下效力。沈巡使天资非凡，你有武道上的疑问，尽可向他请教。属下罗峰见过巡使。入座吧。这位是纪元德，乃我纪家远亲。
往后便由他来接掌甲队巡使之位。开宴。早就听说云一岛出了个少年天才，能从屈不识手中逃生，还惹得我那2个妹妹倾心。逃生倾心，这蠢货在胡言乱语些什么？今日一见，果然有几分不凡。听闻沈巡使叩开练骨，正巧本少爷练骨不久，等过几日你我切磋一番，看看这乡野间的练骨比之主家的成色如何？坐下。巡使，坐。浑身破绽，一个从未经历过生死搏杀的雏儿，我至少有10种法子，能在3招内捏碎他的喉咙。你应该感谢你自己。你什么意思？感谢什么？感谢你姓纪。若非如此，你此时已经去见屈不识了。找死！下人之子得了势，也敢在老子面前猖狂？等着吧，过几年等老子上位，定要收回你和你爹的姓。哼！后面我会闭关几日，这期间水域巡视由你们4队轮替，万不可松懈。若遇陈建屋水垢大举来犯，可遣人换我出关。闭关，遇大举来犯才换他出关，且意思便是小事莫扰。他修为已在炼金巅峰，这般姿态，莫不是要闭关冲击暗境？明白。沈巡使，方才我所言切磋之事，你还没给个准话，莫非是怕了？若是怕了，直说便是。我纪元德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胆敢如此待我，等着吧。巡使，那纪元德，您看，跳梁小丑罢了，做好分内之事，不必管他。老胡，放心吧，那小子细皮嫩肉的，怕是连鸡都没杀过。巡使可是与练蛊多年的屈不识交手后全身而退的角色，那小子怎可能是对手？哎，对了，罗峰，方才宴上你说你是罗家子弟，这湖面上可不安分，你跑来作甚？据我所知，罗家与咱主家的关系可并不算好。严大哥有所不知，我虽占了个罗姓，但早早出了五福，如今家道中落，占了个虚名罢了，和县尊本家那边八竿子打不着。县尊罗昌明的那个罗家，原来如此，你小子也是个可怜人，生得世家子的皮，却要与咱们一起吃粗膳。哎，我听说罗家本家有个了不得的天才，不仅天资绝顶，模样更是生得美如天仙。你既姓罗，可曾瞧见过他一面？严大哥说的可是长房的大小姐罗唐英吧？唐英小姐乃县尊掌上明珠，真正的天之娇女，早年便拜入大派碧霞山庄修行，不过双10年华，修为便已至炼金巅峰。内城传闻说她快则大半年，慢则1、2年便能叩开暗境关。这等人物，我一个落魄旁系哪有资格得见？不过什么？我离家前曾听说大小姐前段时日接管在乡，据说过几日要回一趟府城。若走水路，云一岛航道便是必经之路。诸位大哥若运气好，
说不定能碰见罗家官船。至于能否有眼福瞧见大小姐真容，那就不好说了。哎呦，那感情好！过几日巡水，招子可得放亮些了。这等美人若是错过，那真是要后悔半辈子啊！白老三，你们白家莫不是疯了？连季家千金都敢动，真当你白家在长云县一手遮天了？唐进，你不懂，那对姐妹修的是季家玉女姻缘诀，传了一身精纯姻缘，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人形大药，比那个季关南不知要好用多少倍。我家老祖4年前吃了季关南，修为已至化境大成。若能再采了这两女的姻缘，配以128名童男童女的心头血祭炼，届时刚进大关指日可待。区区季家算什么东西？扯这些虚头巴脑的！老子只问你，人呢？带回来了吗？计划大意了。本以为季家调开了护卫，岛上细作给的情报也严明，临时去护送的不过是个初入练血的泥腿子，翻不起风浪。没想到季家留了一手，竟将季文派去暗中掩护。所以，就是那匹夫杀了我手底下的曲不识。不错。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季家！过2日，老子便点齐人马，亲自去云夷岛寻他们晦气。白老三，一马归一马，老实替你办事，却把自己折了进去，还死3个练血，另外2个不算什么，关键有个王能，此人可是受大当家看好，日后能成暗进的人物，这笔账你得平了。放心，真金白银少不了你们一个子。长水的那批药材收集的如何了？牢里已经关了20个，距离你要的数目还差10多个缺口，尽快收齐，老祖等不了太久。我省的。对了，你方才说那个负责护卫季家小姐出入练血的小子，如今在何处？你要做甚？杀了我陈建武的3个练血，老子咽不下这口气。那小子可是梅院弟子，梅双风那疯婆娘出了名的护短。哈哈哈，梅双风，让他来，我大当家正愁手中之剑没处见血呢。啊！哼，实话告诉你，大当家1月前便已破关而出，如今已是货真价实的化境宗师。喜事，大喜事啊！你们白家仗着白擎苍的名头，素来把我们当狗使唤，如今看你还敢不敢在老子面前摆世家公子的臭架子？堂兄既要拿那小子出气，我自然没意见。说来也巧，之前还没对上号，后来一查才发现，那小子与我还真有段孽缘。哦，说来听听。堂兄，可还记得3月前？3月前？你是说押送那16个药材上岛的那回？不错，那日我路过外城小径湾水道时，遇到个老渔民载着孙女，我顺手将那老头宰了，把那小丫头抓了做药材。没曾想此事被一个渔民目睹，他拔船就跑，我身边护卫认出那人，乃我白家佃户。那厮没跑多远，便被我的人追上，乱刀砍死。那人是他爹。他爹，哈哈哈哈哈！好，杀得好啊！你去宰了他也好，正好这段时日药材紧俏。待他死后，我便派人去拿了那泥腿子的幼妹。上回没捉到他，这回可跑不了他。杀了他爹，又要杀他，连幼妹都要练了。那他家可还有人？还有个老母，我便将他发配至外城最古寒劳苦的工坊做工，告诉那女人，需在工坊操劳10年，本公子才大发慈悲放她与儿女团聚。我要让她在那地方受尽屈辱的活下去，等10年期满再告诉她，早在10年前她儿女就已经死绝了。哈哈哈哈！姓白的，论起阴损毒辣，老子到底还是不如你绝啊！
钩了。好家伙，个头不小。还想跑？瞧这个头，起码长了20-30个年头。若是再由着你在湖底多长几年，怕不是真能脱胎换骨。宝鱼已得，眼下该办正事了。陈建屋的大本营东夷岛，以往修为尚浅，不敢妄动。如今踏入炼蛊关，又有着覆海珠遮蔽生人气机，是时候去探一探底了。不愧是系统认证的灵气，不仅能避水，还能隔绝气息。往西走。这陈建屋的底蕴，远比我想象中要庞大得多，难搞了。那真传弟子的坐标光点，看方向就算不在东夷岛腹地，也距离不远。想进去，必须得上岛。岛上明哨暗哨层层叠叠，还有诸多明镜暗镜高手坐镇。凭我现在的修为，想在不惊动对方的情况下潜入岛心，简直是痴人说梦罢了。且先记下虚实，回去从长计议。等回了长云县，想办法弄一层经得起查探的身份，光明正大的潜入岛上，得宝之机便能大大增加。武当家，陈建武武当家，唐晋。月余前系统情报曾提及，白家将掳走的志同秘密送往鱼岛，正是由这位浑号血杀刀的悍匪亲自坐镇。他怎会在此地？这老贼不在他的鱼岛上窝着，怎会突然跑到东夷岛来了？重量不对，太轻了。有意思，当真是有意思。敢在阎王爷头上动土，连我的东西都敢拿，倒像是被什么生有锋利锯齿的兽类给生生咬断的。这位兄台，你是在找这个吗？怎么可能？我以后开炼境大关，方圆数丈内飞花落叶皆能感知，竟有人能悄无声息地摸上我的船，甚至近在咫尺地端坐在我身后的船舱里。而我竟然连半点呼吸和气血波动未曾察觉。抱歉了，兄台，在下方才偶然路过此地，随行的灵宠感应到水下有机缘之物，贪吃之下便擅作主张，跑下水去咬断了这绳缆。在下在此等候主人归来，便是想如实告知原委，将原物奉还，聊表歉意。这人的眉眼轮廓怎的与外院的萧文长得有点相像？
长着金尾巴的老鼠，想必在水下咬断绳缆的就是这小东西。不过怎的好像在哪里听过这金尾老鼠。本日情报已刷新。情报1：萧武，命数子，受上苍眷顾，气运加深，趋吉避凶，修无止境。修为暗境中期9窍已开其4，掌调海楼4大主脉传承之一神元斗战岛虚玄章，另修灵元境圆满，玄鹰庄圆满。命数子，汉晋中期高手，调海楼元神风传承。眼前这青年竟贯通了4处大窍。不过萧武几乎可以确定，萧文曾言此人就是萧文的大兄。敢问阁下，可识得内城梅院的萧文？这位兄台识得家弟，说来倒是有缘，我也在梅院习武，与萧文算是同门。方才见到兄台，便觉得面熟，这才出言相问。在下姓沈，不知萧文可曾向沈修寒？不错，阿弟曾说过，他那位沈师兄被派往季家云衣岛挂职，这片芦苇荡正处在云衣岛水域，全对上了。当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沈兄，多有得罪了。萧某这只灵宠生性贪嘴，玩心又重，在水底嗅到了宝鱼的气血，便按耐不住。经纬，还不快滚过来向沈兄道歉！无害无碍，灵兽护主寻宝，本性实担，小事罢了。经纬鼠，我想起来了，几个月前我在外城大梨山下一处老树洞里端了一窝过冬的存粮，还摸出一枚原石。这小家伙刚才冲我呲牙咧嘴，该不会是认出我掏了他的窝才不满的吧？萧兄，湖面风寒，还请入舱内坐下，喝口粗茶暖暖身子。好，那萧某便恭敬不如从命了。好茶，这般冷的天，能有这一口热茶，当真痛快。沈兄弟明明猜到我底细不凡，甚至知晓我身负武道修为，却从始至终一句都不多问，不探隐秘，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这份心性与气度，着实与韩礼兄他们一样，乃是一位可交的磊落之士。情报2：调海福地宗观中供奉有一枚正宗传承礼器，唤作调海素心钟，乃调海楼开山祖师萧庭所制。萧武乃调海楼历代第10位命数子，调海素心钟凭之栋梁之才，化难可武道大进，成神通。命数子竟是这调海福地魏阁与礼器联合所制出，而且开山祖师萧庭也姓萧，栋梁之才，未来可登神通。神通那可是凌于刚劲之上的神灵境能修习的无上法门，不愧是命数子。情报3：陈建武武当家血煞刀唐晋，点其明镜武者3名，今汉水匪近100人，正乘楼船直逼云衣岛，意图杀人立威。唐晋冲着我驻守的云衣岛来了。不对，陈建武与县尊有契约，按禁以上不可在长云水域妄动干戈。唐晋此番前来多半只是压阵震慑，真正动手杀人的是那3名明镜武者。此地距云衣岛不过1、2里水路，且先按兵不动，等岛上人传信，有纪宁在场顶住唐晋，场面不会失控。情报4：长云县尊罗家船队将于2炷香后途经此地水道，其上有罗家长房大小姐罗唐英，当前修为明镜巅峰，此次归乡实为参加龙翔午宴，夺前3甲者可入龙血灌经坛修炼，对突破暗境大有神效。罗家船队2炷香后路过此地，算算时间，不就是现在？沈兄弟，
有人来了，今日这茶便喝到这里吧。这是？此物唤作四海同心蝶，白点代表你自己，蓝点代表同持此蝶者。只需将一缕气血探入蝶中，轻触对方光点，哪怕远在数百之外，都能有所感应。萧某常将此蝶赠与生死兄弟，沈兄若是不弃，今日便收下这一枚。对了，沈兄弟如今在季家云一岛冠职，想必识得那岛上的镇守季宁兄弟了吧？自是识得。那便是了。我与季宁兄弟关系莫逆，他也持有一只紫蝶。若遇急事，你大可通过这枚光点联络于他。沈师弟，五师姐，师姐怎会在此？本是要在碧霞山庄为大小姐护法，谁知前几日收到主家消息，5家之一的王家要在长云县牵头举办一场龙霄午宴，凡夺得头3甲者，皆可获准进入龙血灌精坛修炼3日。大小姐闻讯，当即改了主意，连夜返程。敢问这位姑娘，那龙血灌精坛可是大齐5组相关队伍所掌控的独门灵境？师弟，这位兄台是……师姐莫慌，萧兄乃我新结识的友人，并无恶意。不错，正是龙翔君掌管的灵境，据说其内灵力浓郁成雾，血气勃发，对武者强冲大关有脱胎换骨之效。王家许诺，有意者还可进入龙翔军，授以百夫长等军职。大丈夫生于天地间，自当立不事功，保家卫国。这龙霄午宴，萧某倒是想去试上一试。龙翔午宴眼下尚在筹备，正式开办可能要等月旬后。萧兄若有心，可多留意内城动向。多谢姑娘详告。师姐，这是一位2阶墨骨青鱼，劳烦带回交给师傅，请他帮我开炉炼成丹药。2阶宝鱼，小青，该启程了。大小姐等急了，我得走了。师弟，咱们武馆见。这位公子也是长云县人士。在下萧武，正是长云县人。湖面风浪不小，公子若是不弃，可否上船与我同行？美意难却，萧某却之不恭。沈兄弟，长云见。长云见。这罗家大小姐，传闻中冷若冰霜，拒人千里。面对萧武，不仅主动搭话，竟还红着脸邀他上船同行。这等只在说书人话本里出现的离谱剧码，竟活生生在眼前上演。这便是命数子恐怖的气云光环吗？巡使，沈巡使回来了。岛上情况如何？碎云舰是从乙队巡视的水域发来的，我等正要赶过去，还不了解具体敌情。那便不要耽搁，速速支援乙队水域。诺。哎，沈巡使何必心急？季巡使，敌情如火，有何事等杀退水尾后再说不迟。你自打燕引结了梁子，这厮向来都是鼻孔看我。
今日大敌当前，却挂着奸笑凑过来拦路，必没安好心。沈巡使，你可曾为以后打算过？沈修寒，你天赋不错，但武道一途素来是3分练7分吃，气血大丹，珍惜药膳才是重中之重。我已查过你的底细，你出身贫寒，能走到今日，更多是靠心智毅力，以及我家每月给你的那点微薄资助。只是武道这条路，越往后走，越需要海量资源人脉。如若不早做打算，这炼蛊关便是你这辈子的武道尽头了。炼蛊尽头？你想说什么？沈修寒，明人不说暗话，你面对屈不识不曾退缩，救出我那2个妹子，在本公子眼里你是个忠诚之人，而忠诚是本公子最欣赏的品质。不如跟着本公子做个从属，若我发达了，定不会亏待你。你意下如何？做你的从属？不错。日后若你表现得好，本公子说不得还会赐给你记性。如何？确认了，这2逼不是在开玩笑，他是真蠢。走。姓沈的，本公子给过你机会，等我回去禀报家主撤掉资助，希望你还能有今日这般狂妄。唐进，县尊与王家早有严令，暗境高手不可擅起战端。你今日带大批人马强闯我季家地界，难道想公然毁约不成？毁约？几位华进大人与我大当家立下的约定是暗禁不可下场出手。你且睁大眼睛看看，老子今日站在这儿，刀未出鞘，手未染血，何谈毁约？既然唐当家不下场，那今日兴师动众来我云溪岛是图什么？总不能是专程来看风景的吧？看风景？不，老子今日来是想请岛上的诸位兄弟与我陈建帮的人切磋身手。江湖规矩，你我2家的人下场来对一对拳。哈哈哈哈！对拳便是死雷，不限兵刃，不划场地，必须打到一方断气或废去手脚。他这是要合规矩的杀人。无耻！口口声声说是对拳，可你唐进往这里一站，那还有什么公平？公平？这世道，拳头大就是公平。少说废话，今日这拳，尔等别想躲，否则就别怪我这些兄弟大开杀戒了。他们谁先来？是涂向天，陈建武9当家，可曾派人叫纪宁镇守？为何迟迟不见踪影？连发3支孙云剑，后山死寂一片，属下已派了2人去敲关，算脚程早该到了。是陈建武6当家，庞毅、唐进、庞毅、涂啸天3个当家全来了，后路被堵死了。去后山的路不通，今日这拳，你们是对也得对，不对也得对。是谁敢来我云溪岛撒野？镇守闭关，武敢封闭，邓山等人定会去通知他。可现在迟迟未到，难不成他们也被缠住了？不过回应了，纪宁出关了。有他这位炼金巅峰压阵，陈建武定会投鼠忌器。这死局盘活了。
纪元德这蠢货，倒是误打误撞，给自己找了道护身符。哼！对拳，是谁头一个出阵？且来与本公子会一。乳臭未干的臭小子，你算哪根葱？老子今日便替你家大人教教你何为江湖！若你是练蛊修为，我凭着家族珍藏绝学流云剑，足以立于不败之地。即便你扣开炼金关，我也能硬汉数十招再全身而退。上！回应了，晋宁出关了。有他这位炼金巅峰压阵，陈建武定会投鼠忌器，这死局盘活了。纪元德这蠢货，倒是误打误撞，给自己找了道护身符。哼！对拳，是谁头一个出阵？且来与本公子会一。乳臭未干的臭小子，你算哪根葱？老子今日便替你家大人教教你何为江湖！若你是练蛊修为，我凭着家族珍藏绝学流云剑，足以立于不败之地。即便你扣开炼金关，我也能硬汉数十招再全身而退。上！是罗峰，并对那个新来的木头小子，他竟已扣开炼血关。可主家的炼蛊少爷都被打得吐血败退，区区一个炼血，在这死局面前根本无济于事。宣使大人，公子的旗鼓断了。如何？唉，脊椎大龙断得彻彻底底。完了，这位元德公子下半辈子算是彻底交代了。陈建武这帮天杀的畜生，好狠辣的手段！主家好不容易杀了一个曲不师，找回了些场子，今日怕是又要栽个大跟头了。就当家威武！一掌废了那猖狂的小畜生，真他娘解气！日当家在天之灵，总算可以瞑目了。老徒干得不错，方才那小子的做派，想必是个季家的公子哥。并非如此，季家嫡系的名册，我手上皆有备份，却从未见过此人，想来是个旁系出身罢了。旁系，那也不错了，算是为老石收了点利息。只是不知那唤沈修寒的小子是哪一个？别忘了咱们来这一趟的主要目的，便是摘那小子的人头，带回去祭奠老石。巡使，方才事发突然，罗峰自作主张了。晋升，勿要多言。诺，赌对了。巡使果然厌恶那纪元德，休要怪我狠心。若你不招惹巡使，也不见得有此下场。我罗峰不是针对你，我只不过想跟对人，活下去，往上爬罢了。下一个，谁来？一群孬种，瞧他们那副鸟样，怕是被九当家吓得尿了吧？场中还剩王金刀、李涵两位巡使，
他们不过练血修为，武技平平，面对屠小天，上去也是白白送死。代表精灵的光点就停在附近竹林中，纹丝不动，藏身不出，必有图谋。但他绝不会坐视局势彻底崩盘。这，老弟，你看，王老哥，不必多言，这一场我来。老弟你。胆子倒是不小，来者何人？报上名来！你屠爷爷手底下从不斩无名之。来！断体法门，还想走？欺人太甚！老子今日必杀你！来得好！金生，听，有动静。住手！给老子住手！好得很。给老
求偿命来！老六！纪宁，你已扣开暗境关。纪宁，陈信何在？陈信，陈建武八当家。上岛之时，我将他派去阻拦纪宁支援，本以为能拖住纪宁，而现在纪宁破开暗境，更安然无恙地现身于此。他去了该去的地方。涂啸天死了，陈信也死了，庞毅生死未卜，不敢想象自己回到陈建国该如何面对段啸。既轻轻扣开暗境，天赋着实不凡，可说到底不过是刚开一窍的毛头小子罢了。我在暗境多年，已开3窍，你拿什么跟我斗？今日是你成暗境之日，也是你陨落之日。剑芒，你竟修出了剑芒！啊！我的手！兄弟们，贼兵败了，杀！报仇！杀！审讯时，可是扣开炼金了？不错，厉害，你做得极好。我收到讯息出关，恰好撞见那陈箭头八当家陈信，他杀了岛上4名巡卫，正在竹楼中翻箱倒柜寻宝敛财。我废了他4肢，逼问出陈建库来犯，随后敛息藏身于后方竹林。本想着重伤1、2人便算大幸，倒是我未曾料到，你竟凭一己之力强杀涂啸天，引得唐进、庞毅失去理智，被我捉到良机。不仅将庞毅打落湖中，还重创了唐进。此番大捷，你当即头功，镇守过于，一时侥幸。侥幸？罢了罢了。你方才可是用四海同心蝶探了我的位置？正是。今日在湖上，我结识了一位唤作萧武的兄弟，此宝乃是他相赠于我，言之危急关头，可用此宝传讯镇守。果然是萧兄，他这人好交朋友，却又眼高于顶。既然他肯将紫蝶赠你，说明他认可于你。也好，萧兄之友便是我纪宁之友，此后你我也不必客套，以兄弟称之吧。纪兄，哈哈哈哈，好。此番陈建武折了庞毅、陈信、涂旭天3人，唐进也遭了重伤，算是把他们得罪狠了。为防陈建王狗急跳墙，我要即刻传书通知主家，再派高手前来支援。等熬过本月底，你我再一同下岛，回城复命领赏。自当如此。
这么说来，那季家的小子倒是有些了不得了。刚扣开暗劲，连境界都未稳固，便能斩出剑芒，重伤于你。这份天资，比起当年那季关南还要高上几分啊！管他什么天才，当年那季关南还是季家嫡长子，未来的家主呢，不照样被我等所杀，炼成血丹了？区区季宁，奴才之子，侥幸被赐了季姓，又能如何？大当家，只要您一句话，我今夜便带人杀上云一岛，宰了那小子。哼，洒家敢保证，杀了那奴才，姓罗的与姓王的都不会在意。哎，二哥此言差矣。五福斗狠，靠的可不仅仅是血勇。据之前细作传回的消息，这季宁行事谨慎果断，简直心狠手辣，与当年的季关南完全是截然不同的性子。以我对此人的了解，他此刻绝不会坐以待毙。如我所料不错，他今夜定会传信季家，请来援军，且大概率是那季文带着季家那2个暗劲客卿亲自登岛，然后他们会设下杀局，布好口袋，静待我等去钻。哼，有个鸟用！季家并无化劲，来再多暗劲也不过土鸡瓦狗。只要大当家肯出手，我愿做先锋，杀得季家。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药材集齐，待我那白伯父神功大成，届时想要捏死季家，不过是碾死蝼蚁罢了。现下还是勿要触碰罗宪尊与王家主的眉头了。大当家，如今岛上前后折了屈不识、涂啸天、陈信、庞毅4把交椅，这位子空出事小，但底下差事却不能无人看管。您看是否即刻提拔几个心腹上来顶缺？庞毅如何了？被季家人擒了，怕是折了。那便让老七坐庞毅的位置，7、8、9、10这4把交椅，你照例从底下弟兄里头挑几个听话忠心的补上便可。至于老五，你断了右臂，一身实力去掉大半，就暂且下了交椅，去负责后勤耕种吧。属下明白。记得把墨鳞甲交了。唐静的位置，我心中已有人选。哦，不知是哪路人物？可是暗劲？自是暗劲扣开4窍，实力稳在唐静之上。这也是我为何要他腾开位置，便是给此人准备。大当家，别卖关子了，那人究竟唤作何名？高福。转眼半月已过，陈建屋那边竟毫无动静，连寻常的袭扰都销声匿迹了。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季宁那夜连夜传信，请来了3位暗劲客卿，加上他自己，足足4位暗劲坐镇。陈建屋除非倾巢而出，否则难有胜算。今日将半月前与莫古青羽一同出现在情报上的紫灰鸭连锅端了，还有这2枚紫灰鸭蛋带回去给默默，小丫头定然欢喜。情报加19。一阶宝兽的气血确实有限，才给了19点。好在加上这半个月来每日自然积攒的情报，手中的可用情报点已突破了30大关。
检测到可推演武学神将抹须上药真经，是否推演？是。你苦修神将经须上药真经10年，此经浩瀚晦涩，如观天书。你日复一日以气血淬炼双目，迟迟不得入门。第18年，你不再执着于看物，而是看气、看风、看光影变幻虚实走势。某日，你瞳孔气血逆流，眼底生出一层虚影，终入神通之门。第25年，你勘破经熟真髓，领悟墨字本意。你不再拘泥于皮相外象，转而以意志契合心力。第30年，你终悟神通，尽数敛入左目之中。你的左眼发生质变，不再是凡人之谋，而是勘破虚妄、洞穿死穴的神通墨虚眼。勘破虚妄，洞悉本源。由此抹虚眼，任何人施展武学，其气血走向、招式破绽，在我眼中皆如掌上观文。待日后修成3勾玉，甚至能硬生生剥夺他人的神通本源。也不知那吊海楼中其他3道神通，又有着何等妙用。痛快！冲脉、带脉皆通，顶多再有2月，便能打通最后3脉，简直暗尽大关。沈巡使，镇守有请。来了！等了足足半个月，终于可以回家看看了。此番陈建屋大举来犯，你2人力挽狂澜，锤杀3位悍匪，立下赫赫战功，不仅保了云衣岛，更为我季家扬名。季宁，属下在。你这孩子都一家人了，还左一个属下右一个属下的，可是没把我当做自己人。宁儿见过家主。这才对，家里已经10多年没出过这般年轻的暗劲了。上一个能在20余岁便有望突破暗劲的，还是关南。你且去吧，你去的那些修炼物时，我都让人备齐，送到你爹手里了。No， 孩儿告退。小六，你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季姨何出此言？自是你的成长速度。初次听你师父提起你，你还初入炼血，连明镜的门槛都才刚摸到。上次见你，你便已叩开炼骨。这才过去多久，你竟已踏入了炼金？这般进境，便是关南当年也未必及得上你。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与季宁2人，如今怕是已成了那群水匪的眼中刺，恨不得将你们除之而后快。陈建屋行事向来睚眦必报，你若继续留在云衣岛刮职，实在太过凶险。我季家并非刻薄寡恩之辈，
断不会眼睁睁看着有功之臣以身犯险。准备替你和纪宁调换个安稳差事。明年开春，我纪家会在广武府盘下一间新丹阁，届时便你前往府城坐镇，充当那丹阁的首席护院。你意下如何？广武府虽距长云县路途不近，但高墙深池，驻军林立，陈建我的手在场，也绝不敢伸进府城撒野。换个太平环境，默默发育，确实是绝佳的选择。家主厚爱，休寒领命。只是去府城赴任，那也是明年开春的事了。今年这剩下的大半载光晕，我总不能一直在府里闲吃干饭吧？你这小子果然如你师父所言，骨子里便透着一股武士的锐气，片刻也闲不下来。你既已叩开炼金，如今正有一桩机缘摆在眼前。5大世家之一的王家，月旬间会召集长云、长水2县的年轻俊杰，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龙霄舞宴。舞宴分为暗劲与明劲2组，凡古龄在30岁之下的舞者皆可登台参赛。一旦夺魁拿了头筹，不仅有机会入龙贤军博个前程，还能进入那传闻中的龙血灌金坛修炼。那地界对明暗劲舞者而言，可是难得的修炼圣地，可淬骨洗髓，脱胎换骨，对境界突破更是大有裨益。龙翔舞宴，又是龙翔军，田平安便是龙翔军的百夫长。若我主动凑上去，万一被他顺藤摸瓜查出端倪。小六可有疑问，大可细细说来，季姨帮你解惑。敢问季姨，这龙香舞宴的彩头龙血灌金坛，想入内修炼，是否必须挂上军籍，去龙香军中听调受遣？小六多想了，此次舞宴只有2组的前3甲在自愿参军的情况下才可入龙香军，若不愿意，也无人会逼迫你。至于那龙血灌金坛，你更不必担忧了。待过上10几20天，他自己就跑到长云县来了。自己来？正是。小六，你可知洞天福地之说？略有知晓。我曾在一卷残迹上看过些许记载，传闻洞天福地乃是上古大能于太虚中开天辟地，居拿日月气象所制成的地界。只是岁月流转，沧海桑田，这等夺天地造化的之地已很是罕见，寻常武者穷尽一生也难窥其貌。不错。市井中多是这般相传，坊间说书人更是添油加醋引人入胜，但其中细节脉络却并不全对。原因是你所翻阅的那些古籍，多是大齐历朝后皇室命人粉饰删改重编之作。武道一途，又如逆海行舟，不进则退，修无止境。进破3关，暗劲开9窍，化劲熬3炼，刚劲结9印。待到刚劲圆满，便可凝结神通之种，正就先天之位。正得先天，也便有了尊号，可称之真人。真人之上，及其修满5道神通，便可更进一步，正位真君。方才你所言的洞天，的确是由古代大能所开辟不假。上古时期，道门鼎盛，唯有真君强者，才可根据自身果位位格，在太虚中开辟洞天。至于福地，则要略差一筹，多是神丹境或是先天真人中道行高深之辈，取现世之山川土石辟出。至于龙翔军的龙血灌金坛，则远比不上这2类洞天福地，其本质不过是后世之人取巧之作，以灵宝灵气为根基，施手段开辟的一处虚迷秘境罢了。无论方圆大小，还是气血浓度，都远逊于真正的洞天福地。那龙血灌金坛，便是镇东将军王志藩早年从一处福地中得来灵气太帝附龙所辟。传言此宝根脚乃是远古真龙精血所化，虽无真龙显灵，却对武者淬骨洗髓有奇效。季姨，我有一事不明，还望请教。我曾在一部功法残篇上看过，凝结神通之境，似乎被古人唤作神灵，可季姨却将其称作先天，这其中可有说法？原来是这个。神灵是一个很久远、很古老的称呼了，可追溯至太古荒秘之时。今时武者皆是等靠前人遗泽，才知叩开化劲，寿元可达120岁，突破刚劲，可得2甲子寿元，再正得神通，寿元便再次翻倍，达到500之数。可在太古时代，武道初兴，前人们也只是一步一步地摸索着走。当世间第一位神通诞生时，他返老还童，白发转青丝，保持了几百年都不见衰老。彼时天下苍生皆以为此境便是武道尽头，是真神降世，授予天齐，长生不死，故而万民膜拜，焚香祷告，将其称作神灵。然而当那位强者活到第500个年头时，生阳府暗淡，4道神通崩塌溃散，相貌迅速衰老，肌肤如枯树皮，原地作画。直到那时，世人才如梦初醒。所谓神灵境，远非武道尽头，其上还有更高远的境界，更辽阔的天地。神灵之上，
竟还有境界。可当时神灵之名已深入人心，坊间野史皆沿用此称，延续数千年之久。直到后来，出了一位惊才绝艳的古代大能，道号富海真君。富海真君认为，武者修持神通，不过返璞归真，重塑胎息之体，是以无眼道之初，当不起神灵之名。于是，他将神灵更为先天，此举得天下真君认可，才有先天的叫法沿用至今。原来如此。修寒出身微末，若无季仪倾囊相授，只怕还在迷途。多谢季仪解惑，我铭记于心。倒是你。不日后，龙香特使会将太帝父龙所带回长云王家，待龙香午宴事毕，便可入坛修炼。你得知此事始末，可有去争那头三甲之星？若条件合适，自是愿去领教一番。好，走吧。距午练开启还有月旬时间，且与我去一趟藏书阁。藏书阁？不错，你在云一岛斩屠啸天，立下大功，不得不赏。除银钱大单外，你还可在藏书阁任选一门功法，于午宴前增强实力。这次非是上回你去的那个藏书阁了。继父真正的底蕴所在，对旁人而言，一门上乘心法是天大机缘。但我有推演在手，更有金雕伏妖功，足够用到化境，无需贪多。倒不如选一门主杀伐的气义之法。拳脚再刚烈，遇上手持利器的对手，终究吃亏。补全这最后的缺陷，方为上策。对了，小六。你此番卸任，麾下丙队巡使空缺，可有人选推荐？丙队新去的巡卫罗峰。罗峰可是罗家外系出身的那个小子？正是此人。他虽年轻，但心性沉稳。最重要的是，他前些日叩开炼血，迈入明境，已非寻常武夫可比。由他接替丙队，既熟悉流程，又能镇住人。我记得上月季中成帝他底细时，那小子还不到19岁吧？这般年纪便叩开明境，也算有些天赋。既如此，便暂且由他接替丙队巡使之位吧。技艺英明。这些功法武技，皆是我季家100年来耗费无数钱财人命得来的底蕴。这门剑法出自府城碧霞山庄，碧霞山庄分气剑2道，此剑法正是脱胎于剑道一脉的绝学。流云千幻剑道真解，乃是最正统的入门篇。碧霞山庄的绝学，哪怕只是入门篇，怎会这般轻易摆在季家的藏书阁里？莫要多想，这本剑谱来路很正，乃是一位剑道长老给我家的。小六有所不知，4大派为抢夺天才，明争暗斗了不少年，故意将非核心功法武技散布各地，以此广撒网，收拢草根天才之心。便是他们的计策之一。比如前些年，有位天骄生在庆元剑楼地界，因机缘巧合修习了摘星门功法，显露天赋后，毅然转投摘星门。去年听闻那人叩开化境，晋升首席弟子，被誉为10年来摘星门最具天赋的子弟。以功法为饵，垂钓天下英才。这法子不用强抢，不需威逼，只凭一本残篇功法，便让天下寒门心甘情愿投降，高明。季仪，我有师父所传庄功和武技，如今还缺门气艺，就选这门剑谱了。好，来人，将流云剑连夜抄录一份副本，记住，不可有错漏。明日午时之前，派人送到沈巡使家中。诺。这是60两现银，以及5粒我季家特产的碧血丹，皆是你斩杀屠啸天所得的赏钱，收下吧。谢季仪。滚！都给我拿走！这些草根我闻着就恶心，我皮骨断了，武道之路彻底毁了。
你们这群奴才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滚，都滚！是纪元德。纪元德，别给脸不要脸！你一个从乡下庄子来的旁系子弟，若非运道好，这辈子都只能待在村里喂猪放牛。进城过了几天好日子，真把自己当成金尊玉贵的少爷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连床都下不了的废人，还妄想两位小姐下嫁于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好啊，你终于承认老子是废人了！我就知道，从我被抬回来的那天起，你们从始至终都在哄骗我，说什么只要吃药休养，我还可以恢复如初，还能练武，全他娘放屁！骗我，都是骗我！是又如何？你成了废人，不也从未亏待于你吗？耗费几十两请长水县大医师为你医治，拨了不知多少灵药才把你的命救回，你还要如何？我要如何？这都是应该的！我纪元德是为维护纪家颜面才被陈奸污废了的，这是纪家欠我的！老子要见纪疏影，老子要见纪文，将纪雪、纪瑶都嫁给我，当做的补偿。她们都是我的，哈哈哈哈，都是我的女人。放肆！你若收回方才狂言，并诚恳赔罪，我便当什么都没听到。往后，家中会继续替你医治。医治？还有的治吗？你还要骗我到何时？我已经是个废人了，废人了！医师言你脊骨虽断，不得从武，但精心养护，或可与常人般站立行走。不能从武，与杀了我有什么区别？家主，你若真心待我，将二小姐嫁给我吧。我虽成了废人，但正好绝了我沾花惹草的心思啊！我发誓，余生定全心全意对雪儿小姐好，如有半句虚言，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家主，我求你，元德求你！真是可怜可恨，都这般田地了，还在做着攀龙附凤的春秋大梦。我不会答应的，雪儿也不可能同意。你死了这条心吧。念你为家族出力，方才之言，我只当你受击过深所致，不予深究。一切好好养伤，此事勿要再提。贱女人，你不仁便休怪我无义。你当我不知道你那些龌龊勾当？你与那没事武馆的馆主，找死！这一脚蕴含的劲力，即便隔着数步，也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纪家家主果真深不可测。小绿，起来吧，叫几个人把这疯子送回乡下庄子里去。是，家主。小六，让你看笑话了。纪姨莫说此话，谁也不知他会疯癫至此。方才他所言，纪姨放心，疯人疯言风语罢了，当不得真。夜深了，你且回去歇息吧。这深更半夜的，外头是谁啊？娘，是我。大郎，怎地这时候才回来？下午便回城了，
只是先去了一趟主家交差，耽搁了些时辰。娘，进去说吧。哎，好，快进屋。大老远赶回来，还没吃晚膳吧？快去堂屋里坐着，娘去宝房给你握2个鸡蛋，下碗热汤面。娘，默默呢？早睡下了。前几日你师父和师姐来咱家10次吃了碗面，许是咱家面合了他们胃口。这几日午膳时常过来光顾。默默那丫头你也是知道的，胆子大又不认生，跟他们熟络后，非嚷嚷着也要像你一样去学武。可你师父说学武必须得识字，不然连功法都看不懂，所以你师父便替默默在内城找了个私塾，让他先去读经认字。如今啊，这丫头每日都要去4个时辰，回来倒头就睡，也没力气闹腾了。刀光剑影里闯荡，唯有这一口热汤面，最是暖胃安神。果果，默默，这是饱受紫灰鸦的蛋，和上次的青锥鸡一样，可以养活，送你当礼物。哇，咕咕嘎嘎。沈默默，快些来用膳，不然去私塾迟了，小心挨先生戒尺。药力彻底炼化，炼骨关的根基已固若金汤。昔日几个眼熟的面孔，不知何时已销声匿迹，仿佛从未出现过。想来他们是束修到期，却始终未能叩开炼血关，最终只能黯然离开。修寒，二师兄，早。师父在后堂会客，几位早年出师的亲传师兄师姐都回来了，你既回院，快去后堂拜见。明白。许久没有喝到师父亲手泡的茶了，香甜可口。喝你的茶吧。小师妹，恭喜了，20余岁便能叩开暗境关，当真是天纵奇才。这等天资，即便放眼4大派内门，也算得上是拔尖人物了。左师兄客气，师妹不及师兄原意。师兄2年前便步入暗境，成为碧霞山庄气道一脉的内门弟子，可比小妹出彩多了。哎，青红，你可别抬举他左光叔，他叩开暗境2年。进了气道一脉便开始摆烂，整日游手好闲，如今连第2窍都未曾叩开。你这般妄自菲薄，他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丁宁，喝你的茶去吧。丁宁、王林，你2人此番所谓何来？可是因那龙霄午宴而来。师尊误会了，弟子此番赶回长云，非是为比武争锋，而是奉命追查一名叛徒。叛徒？何人能让你们俩一路追击至此？回师尊，那人唤作田平安，修为倒是平平无奇，不过明镜圆满。但说起来，他也是长云县出身，与咱们算是同乡。同乡？那他为何叛逃？
军中规矩森严，擅离职守可是死罪，他也不怕连累家人。师妹有所不知，月前大齐与越国与汴州边境突发冲突，这田平安本是踏白营百夫长，擅长侦探伏击，身居要职，可他却不知为何执意请示回乡，被副将驳回后，竟伙同几名心腹盗走军中宝物秘籍，杀伤数名同僚，连夜叛逃。我与师姐奉令缉拿，一路追踪至南乡地界，断定他最终的目的地就是这长云县。我们顺道寻了大师兄一起回来查探，后来得知田平安父母皆亡，唯一的亲属便是其兄，他兄长曾在外城帮派效力，如今许久不见，8成是死了。所以我猜测他执意归乡，多半是想为其兄报仇。哼，报仇我尚能理解，但杀害同僚、盗走军中重宝，此等行径罪无可恕。即使他有天大难处，此次也必须追究到底。对了，师尊，您信中所言的龙霄午宴，弟子在军中也听到些风声。此次午宴乃是镇东将军亲手策划，特意派了镇岳校尉、倾邪灵气太帝傅龙所来主持此事。军中传言，将军本人对这场午宴看重得很。那镇岳校尉是何人？什么修为？镇岳校尉姓赵，单名一个征字，修为已至化境中期，在军中担任镇岳营营正，素有猛将之名。看来王家这次是动真格了，也不知他们打的什么主意，竟舍得将龙血灌金坛这等底蕴拿出来给外人用。师父所言极是，弟子心中亦是疑惑。这宝物珍贵无比，向来是军中自用之物，连内部都不够分。就拿那田平安来说，他早到了突破暗境的契机，奈何资历不够。若想依靠龙血灌金坛突破，得等个3年5载才排上号。而此番将军下令将血坛给外人使用，不少军头私下都颇有微词，只是不敢明言罢了。师父，这次午宴彩头如此丰厚，连化境猛将都亲自下场主持，咱们院内可有师弟师妹准备去试试身手？青红与徐川皆有心思去磨练一番。至于向云亭、申怀还有修寒，他们暂未叩开炼金关卡，去了也是徒劳。但若有意，也可前去一试，长长见识。修寒，师尊信中未曾提过此人，可是武馆里新叩开炼血的外院弟子。修寒师弟姓沈，乃是3个多月前新入院的弟子。彼时他1天武都没练过，若非运道好补了条宝鱼，连束修都交不起。可谁曾想，他入院后仅16日便感受气血，叩开明镜关进入内院，仅此倒也罢了，1个多月前他竟已叩开了炼骨关。什么？3个多月连破炼血、炼骨2关？了不得，了不得！这等天资，便是放在我碧霞山庄，也要被那些长老抢着收为亲传弟子。我龙湘军亦是如此，这等苗子入伍，根本不计战功，直接便可授予百夫长的职阶。师父，弟子沈修寒求见。正说到他，他便来了，进来吧。弟子沈修寒，前几日幸有所悟，已叩开炼金关卡，今日特来禀告师父，弟子已决定参加龙翔午宴。修寒儿，你过来，上前来，让为师看看。称带二脉，确已贯通，看其气血势头，离贯通任督二脉也已不远，恐怕不出月余便能连破双关，确是炼金无疑。沈师弟，敢问师弟今年贵庚？回这位师兄，师弟下个月便满18岁了。还不满18，拜入武馆不够3个多月，连破炼血、炼骨、炼金3关，这他娘的还是人吗？真是好快一男的。别愣着了，寒儿，我且为你介绍一番。这几位都是早年间拜入武馆的师兄师姐，如今在龙翔军碧霞山庄效力。沈师弟，果真是英雄出少年。师弟天资绝顶，幸会。徐川，师父有何吩咐？今日寒儿破境，
又有你几位师兄师姐远道归来，去内城醉仙楼订上一桌最上等的云水八仙席面，让他们直接送到武馆后堂来。诺，弟子这就去办。沈师弟，日后若出长云县，定要来府城寻我，拜入我碧霞山庄门庭。以你的天资，无论去我气道一脉还是剑道一脉，都能直接踏入内门。假以时日，就算是夺了那首席大弟子的位置，也未可知啊。去你碧霞山庄作甚？跟着你一起附庸风华，摇扇摆烂吗？师弟，你当去我大齐龙翔军，唯有在军营中淬炼，刀头舔血，修为进步才最快。你这婆娘，懂什么名门底蕴？底蕴能当饭吃，军中战争杀伐才是武道正途。好了。你们俩莫要争抢，涵儿的性子我最是了解，她素来散漫，不系约束，若有机缘，她更愿拜入宗派，而非受军规所雇。好师弟，日后定要来碧霞山庄寻我。师弟考虑好便是，无论去往何处，师姐都祝你前程似锦。多谢丁师姐，多谢左师兄。涵儿，待酒席散了，来主厢房寻我。是，师父。这段时日，我顺着线索查了不少志同被掳之事，却始终揪不出幕后之人。白家根基庞大，盘根错节，行事足够谨慎。每次刚摸到一点头绪，线头便被他们干脆利落地掐断了。前几日，西市码头那边忽然没了动静，怕是白家有所察觉，舍了那处据点。这帮人当真是狡兔三窟。师父，白家势大且谨慎，咱们急也急不来。即便查出幕后实为白家，也需找对时机方可行事。若打草惊蛇，反倒容易惹祸上身。涵儿，你修为进境之快，远超我的所料。本次午宴即便没能夺魁，入不了那龙血冠金坛，但以你的天资，恐怕不需多久便可谋求暗进了。这瓶中乃是用你送来的那尾墨骨青鱼炼制的易筋丹。共计15粒，此丹对经脉大有裨益，足够你用上一阵子了。至于这本册子，是本院的暗劲功法，竟然和系统推演出的不是同一门功法。梅院的玄阴桩与天玄阴劲，显然都是从这本总纲里剥离简练出来的。可以说，这天阴玄武桩便是梅院一脉的武学总纲，立命之本。这都拿出来了，足见对我的器重。路数厚重，稳扎稳打，立意虽不错，但亏其心髓，顶多修至化境，与我那直通刚劲、搏击9天的金雕扶摇功相比，如云泥之别。涵儿，想来你也曾听说过，为师并非长云县人士，我本出身于广武府城碧梧门眉山一脉，因早年与宗门生了嫌隙，才远走他乡，落脚此地。这本天阴玄武桩便是眉山心法，但并非全本，只能修至暗境圆满，难入化境。你若想更进一步，还需另寻他法。碧梧门，我曾听手下巡卫提及过，碧梧门中分4脉，其中眉山一脉眉霜凝大丹师，凭着一手神乎其神的炼丹术，名震沧州。师父精通丹道，十有8、9是嫡系，只是不知为何关系闹僵罢了。你已入炼金，距离暗境亦是不远。在这长云县里，梅院能给你的帮助已到尽头，想再往上走，便只能靠你自己了。你几位师兄师姐当年皆是因此远走。左光叔去了碧霞山庄，拜入气道一脉；丁宁与王林投了军队，为龙湘军效力。涵儿，你也该早做打算了。当然，还有青红，我打算让他重回眉山。你与青红不同，你是男子，在外行走少些羁绊。待你修成暗劲，大可去碧霞山庄投奔你左师兄，或另寻其他名门大派。大齐12州地大物博，机缘无数。你这等天资，若困死在长云，那便是明珠案头，暴殄天物。为师绝不愿看你步我后尘。涵儿，你这是？此法是弟子机缘巧合所得，
与咱们梅院的功法利益有些相近，师傅不妨拿去参考一二。弟子告退。利益完全同源，可那里的运镜法门，竟比天鹰玄武庄深奥10倍不止。这是一条直指刚劲的功法。好一门金雕扶摇功！武士人，清一色的明镜武者，这便是龙湘军的军威。奉镇东将军令，龙小午宴将于半月后开擂，古龄30岁以下，不论出身门第，皆可登台搏杀。午宴分设明镜与暗镜2组擂台，2组头3甲皆可获证入。龙血灌金坛，修炼3日。降魔天子，阴阳四战，世上战功，天光所及，叛国明日便是午宴了，五大正经的任督二脉已然贯通，去暗境只剩最后一条阳窍脉。以我如今近乎明镜圆满的修为，外加诸多武技，明镜之中已无对手。但午宴事关重大，难保他人不会藏着压箱底的手段。若想稳操胜券，杜绝变数，还得再压一张底牌才是。剑谱早已到手，推演的情报点数也已攒够。我托付继父购置宝剑，却迟迟不见送来。长云县打造下品宝器的铺子，参差不齐。若是买不到趁手的，只能勉强凑合了。沈公子，深夜叨扰，还望勿怪。哪里，钟叔，外头风大，快请进喝杯茶。不了，免得扰了老夫人清梦。沈公子，老朽奉家主之命特来知会，明日清晨龙翔午宴便开擂祭旗了。家里已替公子抽了签位，您的首场比斗定在后日一早。这2日，公子好生休养，收敛气神便是。劳烦记忆与钟叔费心。这是沈公子，为帮您寻一柄趁手的好剑，家里这半个月几乎把长云、长水2县的兵器铺子翻了个底儿朝天。奈何为这午宴，各地武馆家族疯抢兵器，家主得知后，单派了一艘快船，连夜赶去府城的奇珍阁，为您重金购置了这把剑。此剑长3尺9寸3分，重63斤8两，以寒铁精金铸就。出鞘之时，寒气逼人，洁如白霜，乃是中品剑器里的佼佼者，因此唤作寒离。好一个寒离！有寒凛相助，公子定能在午宴上一鸣惊人，夺魁入坛，指日可待。钟叔，此剑用料扎实，锋锐骇人，我的那点工钱，怕是远远不够吧？价格确实超了些许，但公子不必见外，家里重金寻剑，也是盼着公子能打出我季家的威风。公子也知，近年来罗氏愈发咄咄逼人，特别是年轻一辈的罗千策、罗万成2人，常在公开场合寻衅蔑视我家子弟，言语刻薄，气焰嚣张。那2人此次也会登台打擂，若公子对上他们，还望略施惩戒，无需下死手，只需让他们知晓人外有人即可。我明白了。
既如此，公子早些歇息，老朽便不打扰了。检测到可推演武学流云剑，是否推演？是。你日夜苦修流云剑4年，刺、劈、撩、挂等基础烂熟于心，手腕磨泡，虎口生管，剑法步入小成，但有形无神。第10年，你于山巅拔剑，观飞瀑挥斩，感悟水流连绵与云雾聚散，剑法行云流水，连贯自如，流云剑大成。第13年，你踏遍府城武馆，实战印证，剑法愈发轻灵飘逸，领悟以力破巧，以刚济柔之妙，修至圆满。第15年，你闭关枯坐，勘破剑道真髓，一招领悟剑芒真谛，出鞘便是杀招。剑芒，和纪明一样的剑芒。龙翔午宴吗？我准备好了。沈师弟，这边。见过诸位师兄师姐，怎不见师傅？师傅在那边。沈师弟，看到第1排那4把太师椅了吗？那是谁？王家家主王志道，据说他的修为已至化境中期。华姐，我还是头一回亲眼见到，而旁边那3把椅，想必便是留给长云县尊陆昌明、白家老祖白乾仓以及镇岳校尉赵章3人了。4位化境同居一处，这午宴竟如此受看重。沈师兄，季雪小姐，季瑶小姐。哎呦，师兄，咱还是去别处瞧热闹吧，省得处在这儿煞风景，坏了别人好事儿。师弟所言极是，走吧，走吧。沈师兄，今日这般热闹，你陪我们一起去转转可好？今日3教9流齐聚，乱得很。我既领了季家的差事，护卫他们周全也是分内之事。好。沈兄，可还记得上回与我等一道的马景行？自是记得，马家商号的大公子。确实如此，但他月巡前死了，据说是花酒喝多了，再在水沟里活活淹死了，做了个溺死鬼。可惜文公子节哀，生死有命，马公子这般也是意外。文公子莫要太过伤怀。这人只是嘴上说说，眼中寻不到半分哀伤。真正目的，不过是想以此感动到身边的季雪、季瑶罢了。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季雪和季瑶妹妹吗？多日不见，两位妹妹出落得越发水灵了啊！沈师兄，是罗家的罗万成，这贼子向来与我家不对付，此时带人拦路，定没安好心。罗万成，昨晚季中所言的那2个罗家年轻一辈，似乎就有此人的名字。英雄救美的好时机，我若出面将这帮人喝退，季家姐妹定然对我刮目相看。这位公子，在下乃长水县文崩，大家同在江湖行走，可否给文某一个面子？哼，给你面子？你算哪条道上的野狗，也配让我给面子？滚开！在下乃是长水县名医，
文松岭文老爷子的外孙，还望公子高抬贵手，切莫闹出误会，伤了和气。原来是文神医的外孙，哼，也罢，今日这事儿与你无关，你且走吧，我不为难你。罗公子，我的意思是，这2位小姐皆是我的同窗，公子不妨卖我个面子，化干戈为给脸不要脸！啊！滚！莫要自讨苦吃！文邦，你……罗万成，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如何？想如何？这林子清静得很，四下无人打扰。本公子自然是想请2位小姐深入探讨一番，好好快活快活。你们觉得如何啊？哈哈哈！罗公子说的极是，这2个小娘皮光肉滑的，正配得上咱们罗公子好好疼爱一番啊！小美人儿，快来你万成哥哥的怀里说话。找死！你是何人？竟敢管我罗家之事！无名小辈拦你，职责所在。好，好，好！不知天高地厚，今日便废了你！他刚才留手了，若非他最后关头收了指令，我这左手此刻恐怕彻底废了。怎么可能？我乃罗家嫡系，自幼药育淬体，主修功法皆已小成，修为更是扣开炼金，贯通冲脉。此子断不可留，否则来日家中对季家下手时，这小畜生定会成为心腹大患。必须寻个机会，在午宴上弄死他。你们这是在做什么？三弟，这是在做什么？大姐不必忧心，不过是随意切磋几手罢了。走！沈兄，此子锱铢必较，恐会报复于你，可需我替你杀了他。不是，哥们儿，你这么勇，不必如此。小兄，
些许冲突罢了。若需帮忙，可用四海连心蝶传讯于我，萧某定不推辞。谢了，萧兄。不必客套，萧某朋友不多，但只要是我认定的兄弟，定当以诚相待。见过沈师兄。底子很稳，不错。这是气血大成了。师兄好眼力，刚入大成，跟师兄比起来还差得远。萧朗，走吧，午宴时辰快到了。好。师弟，罗安城被分在明镜乙字组，若碰见他，且当心些。那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多谢师兄出手相护，若非师兄在此，我和瑶儿恐怕后果难料。谢谢师兄。无碍，职责所在罢了。走吧，午宴祭期已过，比试也该开始了。雪儿小姐，方才那罗万城势大，我本是想先避其锋芒，再去搬救兵的，你可千万别误会。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一时嘴快，没想着要搬救兵啊。本次龙香午宴正式开始。第一场，长云梅氏武馆向云亭对阵长水县黑风拳馆齐海，开擂！认输！第一局，长云梅氏武馆向云亭胜。第二局，长云梅氏武馆新回对阵县衙壮班班首关万刀，开擂！不自量力！这把刀够利。三少爷，关扳手，如今已劈开几道正筋了。回三少爷，属下已扣开4道正筋，唯有杨敲还未贯通，正在谋求突破。哼，很好，看见那小子了。少爷的意思是，明日你会对上此人，一有机会便替我废掉他，不必留守，死活不论。少爷放心，此人看着年轻，怕是个未见过血的。明日他若落在关某刀下，定叫他知晓何为江湖。哈哈哈！好。
断了4根肋骨，胸骨也有折损，好在未伤及内脏。服下院中大丹，再服以外敷接骨药膏，静养2、3个月，便能下地行走。你2人将申师兄送回武馆。师父记忆，弟子先走一步。去吧，好生虚养精神。双君，你方才说那功法当真是以眉山心法为底子，却出了一条直指刚劲的路子。我反复揣摩数日，绝不会错。那门金雕扶摇功运劲之精妙，远在眉山传承之上。那这功法来历，不必多问。江湖武者，机缘自取。孩儿既不愿明言，定有难言之隐。我懂为人师长，不必刨根问底。他若想说，自会告知于我。双君，那你有几成把握叩开炼器？待我调息1月，应有6成把握。这是5元炼气丹，帝都灵姿5元宗的化境秘丹。此丹乃是月巡前临淄竞宝会的宝物，商号从秋沙君、齐胜君手中溢价购置了1粒。我距暗劲圆满还得1、2载，这丹药也是空放着，不如先紧着你用。好，有此丹相助，化境有8成把握了。哈哈哈哈哈！第13组第2局，梅院弟子沈修涵对阵长云回春堂刘山。师弟，打出咱们梅院的风采，揍他！刘护院，干他！给那小子瞧瞧咱回春堂铁砂掌的厉害！回春堂刘山，梅院沈修涵，开来！多谢留情。梅院沈修涵胜，打得好！这小子不错，骨龄不满弱冠，便贯通4道正筋。虽只出了短短2、3招，但看得出战斗才情很强，难得难得。这些明镜小辈不过是井底之蛙。萧武暗进中期，9窍已开其武，才是真正的命数子。与这即将腾渊而起、直上9霄的乾隆相比，区区一个明镜，实在难入法眼。可惜，接下来他怕是没那般顺遂了。罗宪尊何出此言？因为他后头会对上我县衙壮班班首关万刀。哼，宪尊。咱们这般干做官类，未免太过乏味。你我2人不妨下些彩头，乐呵乐呵，如何？校尉想赌什么？我闻宪尊与南海武道大派、怒海派渊源颇深，我那长子已随我在军中，倒不用操心。可次子却是个不受管教的，索性便借宪尊门路，替他谋个前程。小事一桩，不过若校尉输了，便得从我罗家后辈中挑出1人，进你亲卫队里历练一番，如何？痛快，成交。既如此，
本官变压壮斑扳手，关万刀圣。好，那我赵某人变压。沈修寒，让校尉见笑了。修寒正是我梅院众弟子。哈哈，好，原来是梅馆主的弟子，名师出高徒，我确实更有信心了。本校尉变压沈修寒胜。梅院沈修寒胜。连战3场，只逼我使出了一门天雕孽风手，其余底牌一张为路，再赢2场，便能拿到龙血冠清坛的名额。第24组第1局，苍云县衙壮斑扳手关万刀对阵梅氏武馆内院弟子沈修寒。昨日这人重创四师兄身回，出手狠辣，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杀意，是罗家指使的吗？本日情报已刷新。情报1：关万刀，炼金修为，贯通4道正经，家传武技关家18路夺命狂刀大成，回音指小成。其人性格残忍冷漠，长期充当罗家黑手，专做灭口脏事。此人已受罗万成指使，欲在午宴上废你修为，要你性命。果然如此。昨日我放过罗万成，可他不仅不长记性，还想要我的命。好一个罗家，好一个关万刀。开擂！死！手段不错，可惜用的人差了些。晚了。坏了！等等，我认。梅院沈修寒胜！大师姐与左师兄呢？青红今日也有擂赛，无暇分身。光叔昨日已启程回碧霞山庄了，今日由我带队。说起来，五大家族中的白家，本次午宴好像无人参与。城内早有传闻，说白府三公子白富峰天赋异禀，无需午宴便可叩开暗禁。天赋异禀，这帮吃人的东西，真是吃人吃出幻觉了。以为自己是命数子那类妖孽。等等，是罗千策，此人修为真至明镜圆满，五大正经尽数贯通，距暗境只有半步之遥。他拜入了南海大派
怒海派门下，实力底蕴深不可测。本次午宴开始，就未有人能从他手中走过5招。阁下有何指教？沈修寒，我听说过你，你天赋确实不错，但且听我一句劝，不要乱趟浑水。有些人，有些事，不是你能掺和的，否则谁也保不住你。浑水是在暗示我脱离季家吗？这水我能否趟，非你一张嘴能说了算。有能耐，用拳脚说服我。很好，擂台上见。罗宪尊承让了，这一局我赢了。恭喜校尉了，先前答应之事，本官自会修书一封，替校尉安排妥当。宪尊莫急，既然这擂台还没打完，你我为何不再赌一把？校尉又想怎么赌？还是我那次子，他性子跳脱，吃不了军中之苦。不知宪尊可有门路，能将犬子塞进怒海派内门？校尉说笑了，怒海派乃南海大派，历派数百年，规矩森严，内门弟子皆需根骨齐家，层层选拔。本官不过一县之长，哪来这么大的手段？校尉，这是何意？3人3年，若宪尊赢了，我愿从罗家子弟中挑出3人，带入我镇岳营。3年后，我还你3个暗劲。本校官来长云后，诸将士的粮草营房皆由宪尊相助，我都看在眼里。所以，这局即便宪尊输了，我也愿从罗家带走1名子弟入军历练，绝不食言。好，既然校尉有兴致，那本官便奉陪到底。只是这盘，校尉可想好了压谁赢？我还压沈修寒。既如此，那本官便依旧压他的对手赢。输，下一场是罗千策出手。我实在想不出此地有人能敌他。江青红要败了。情报2：罗千策，明晋圆满，师从南海怒海派长老夏侯尊，修怒海派神通玄冥冰煞，覆海真经下位功法怒海狂澜诀，怒潮9叠大成，禅丝柔云手大成，烟雨刀大成。玄冥冰煞覆海真经，这不是吊海楼的玄冥峰的神通吗？怎的和怒海派扯上关系了？难不成这怒海派与吊海楼之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渊源？